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织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？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建海好了没有？人家等很久了嘞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来了，德嫂帮我。哎呀，还是我来了。谢谢你，德嫂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哇！我要6个。我要10个。好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德嫂，又要去接老婆了，是不是？一个人有好几面，千百条弧线，横冲直撞的交汇，很容易触电。好感激在我们之间，可以怎么看都不讨厌。给你的，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你差点就没得吃了。好香哦！来，上车吧，回家了。等一下，先闭上眼睛。用琴弦和黑白键写爱的语言。肉干，我正好想吃，那你也咬一口。定心线变同心圆，我站在里面，你在身边，不厌倦也不累，凝望彼此的双眼，交换透明。可以过来吃饭了。今生幸福。好香哦！这枕头有茶的味道，你哪里买的？什么买的？这是我亲手做的茶叶枕头。你会做枕头？是奶奶教的。奶奶说茶叶枕头可以让人睡得更好。你试一试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自己种的菜果然特别不同。你觉得好吃，是因为我加了麻了自制的虾米辣椒。这是我离开新加坡的前一晚，马大豪又帮我做的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马德知道你回来了？这是我跟德嫂买的3八鸡。不要转移话题。他如果知道你离开香港又找不到你，一定会很担心的。可是我一回去，马德不肯让我见你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躲避一辈子嘛。该面对的事，始终要面对的。你真的要回去？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回去。不是会惹他更生气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过多几天好不好？1个星期，1个星期后我们才回去。那好吧。你麻德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血压飙升得很厉害，叫我们不要再刺激他。对不起啊，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。我也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处境。其实，当我发现你是我妹妹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开口。我明白，
你是为了大局着想吗？好了，客套话就不说了。那既然你是我妹妹，那么以前你欠我的钱呢，就算了。既然店都已经开了，那以后你要自食其力。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了，我真的不能够再让妈的不开心。放心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，谢谢你。我不行了。新加坡的男孩子啊，到18岁都是要当兵的，所以你要先把体能练好，懂不懂？我想喝水。叫你运动就借口那么多，喝了喝了。休息够了就给我跑多2圈。啊。走了。喂，三叔公。宝柱啊，建凯是不是回去了？没有啊，他怎么啦？他说要去南丫岛找他表哥，结果已经1个星期多了，都没有消息。哎呀，他到哪里去了？这孩子做事真没有分寸。他会不会去哪里散心啊？我看呐，8成是回来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对不起，冒昧上门打扰了。没关系啊，你请坐，我倒杯水给你。谢谢。上一次的事情你都搞清楚了，我也很意外啊，没想到建业跟良心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我不想谈这件事，我来是想找家珍的。家珍最近心情不好，到乌敏岛去散心了。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好了，不用去烦她。上乌敏岛去了。不用了，你先帮我把这个拿出去。妈的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妈的，你果然在这里。马德，你怎么会来？你竟然瞒着我，跟这个女人躲在这里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忘了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了？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你啊？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女人，连妈都不要了？不是啊，马德，是因为你不用解释了，算我来错了。既然你在这里过得这么逍遥，这么快活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就当我没来过。马德，马德，马德，你不要跟着我。如果你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你以后不要认我。马德，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，我只想和家珍在一起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次又一次地给她利用。你忘了她曾经怎么对你了吗？家珍没有利用我，她对我很好。如果她值得信赖，我怎么会干涉呢？可是这个女人从头到尾的在利用你，在伤害你，你叫我怎么样接受她？妈的，不要叫得那么亲，
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东西我处理得不好，不过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证明我对建海是真心的。不可能！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相信我？太迟了，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了。我知道，你欺负他老师，对你痴心一片，你可以对他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他永远是你的后备轮胎。建海对你这么好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他吧。这种感情游戏他玩不起啊！你要是有良心的话，你去找其他的男人，你不要再来害我的孩子了。好了，够了，妈的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可以有骨气一点吗？当初说要走的人是你，这才隔了多久，你就自己跑回来了。妈的，你不要赶走家珍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能没有家珍。我很喜欢她，我真的放不下她。你看你把我的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他以前不会跟我顶嘴，不会离家出走，不会不顾我死活。这已经不是我以前的建海了。这都不关家珍的事，你不能什么都怪他啊！不怪他，全都怪我吗？你糊涂，我还清醒呢。我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。我现在给你选择，你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你以后不要再回家。不要逼我要你现在跟我走。跟你妈的回去吧。跟他走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妈的到现在不能接受。这也不能怪他，过去真的是我的错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看到神书上写那些字条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是真心。你终于相信我了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，对我来说，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会快乐。你看你把我的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他以前不会跟我顶嘴，不会离家出走，不会不顾我死活。这已经不是我以前的建海了。常永生，常永生，
走了，不用等我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去过你的生活，回到妈的那里，不要再让妈的伤心了。忘了告诉你，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，真的，查婉珍。好吧，明天一定会准时给你送到。OK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你也真是的，回来也不通知我。妈的知道你回来吗？知道。昨天妈的到无名岛找我。无名岛？你不是去了香港吗？我从香港跑回来，其实这些日子，家珍和我一起躲在无名岛。你们又在一起了？可是昨天被马德发现了，怪不得马德心情不好。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想你，所以吃不下饭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我也觉得很内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回来上班，也会准时回去吃饭，再也不会让马德担心了。可是你突然间这样子跑回来，家珍能够接受吗？其实这事是家珍劝我回来的，她不想马德伤心，也不想再看到我难做。唉，回来就好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早点回家，给马德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啊，不了，大哥，你先回家吧，我还要交代一件事，我迟一点才回家跟你们一起吃饭。家珍，回来了。无名岛这么好玩啊，可以待上那么多天啊。啊，对了，那一天你家婆上门来找过你啊，你要不要联络她一下？她找到我了。其实，千海回来了，我们这几天是在无名岛的。原来她那一天是来找儿子的。早知道我就不要多嘴告诉他你去无名岛散心了。没关系，反正他迟早会知道的。那建海呢？他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回家了。又被拆散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家婆为什么死都不肯放手，要为难你啊？他也是为了保护儿子，他认为我在利用建海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就这样让建海回去吗？我真的很想跟建海在一起。不过那天马德来求他，我看得出他心里很矛盾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他难做。你总是为别人着想，苦了自己呀。也好，给你家婆多一点时间，希望有一天她会回心转意接受你。家珍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爸永远支持你。去洗把脸吃饭吧。家珍在吗？我能不能搬进来跟你一起住？叫你不要来找我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所以除非你不要我，赶我走，要不然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不过我看到你在码头送马德走，我知道你心里很痛。让你走，我心更痛。所以，我竟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就是我跟你一起住。但是每天都要回去陪马德吃饭。走，我们回去。我看我暂时不跟你回去了，
不要惹妈的生气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会跟你回去的。哇，爹，你煮的什么好香啊！麻婆豆腐。你的老公啊，真的是没话说啊！他知道他妈心情不好，就特地煮了麻婆豆腐来哄她开心。是啊，马德昨天啊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，所以今天我煮他爱吃的麻婆豆腐，让他开胃一些。待会儿呢还有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急什么？待会儿再说吧，我去叫马德出来。不用叫了，大嫂，来吃饭吧。哎，惊喜来了！我回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回来了，刚刚好8点哦，赶得及跟你们吃饭。哎，竟然还跟我的小孙媳妇呢？你什么事儿改了规矩，可以不用回来吃饭了？妈，我给你盛饭。妈，坐下来一块儿吃饭吧。好好好，那韩国真的是很好玩，下次你们也一定要去。金牌，姑姑、奶奶、哎呀，大哥、大嫂，马德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怎么吵架了？人回来就好。妈，吃饭吧。建海，不要走，我买了很多东西给你们。那，哎呀，宝珠啊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妈。那这个是你们夫妻俩的。谢谢奶奶。还有啊，这个是给你跟我的小孙媳妇的。你的手怎么了？让我看一看。奶奶，我是给车撞到了，医生说我的手医不好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不在家的时候发生这么大事情，你跟我同医院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是打算等你回来了之后再告诉你的，奶奶。我的小孙媳妇呢？你们有事瞒着我是不是？这一切都是家珍引起的。不是的，奶奶，是我自己过马路不小心没看车。妈，我还有事情要告诉你，家珍以后不是我们萧家的媳妇儿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为什么把我的小孙媳妇赶出去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家珍给男朋友抛弃了，她为了报复才跟建海结婚。结了婚之后，只做挂名夫妻，没有夫妻之实，然后偷偷摸摸的跟男朋友胡搞。我把她赶出去了，以后不许她回来。妈的，你误会了，奶奶，那是因为之前我们都没准备好，可是在外面的这些日子，我们已经是真正夫妻了。他在玩弄你，这是他的把戏。不是这样的，妈的，是真的。其实他一直劝我回来，不要伤你的心。可是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每天我都会回来吃饭，然后再回去家镇那边。用不着你那么辛苦，你回不回来我也不稀罕。原来你也没有住在这里呀？你是怎么做人家妈妈的？怎么做人家家婆的？一个好好的家，给你搞得乱七八糟。去把家珍给我叫回来，去打电话给家珍呐！宝珠，我要你亲自去把我的小孙媳妇叫回来。既然是这样，把你老婆接回来吧。马德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马德，别这样，有话慢慢说吧。给我拿过来，拿过来！马德，还不去接你老婆？大嫂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何必搞到离家出走这么严重呢？是啊，妈的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。马德，是我的错，你要骂你就骂我吧，不要离家出走。马德，大嫂，不要拉着我，马德，家珍的事情可以好好商量的。没得商量。你们给我听着，这个家有家珍就没有我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对我发脾气啊！你在孩子面前学人家离家出走啊！
妈，您一定要家珍回来。您是长辈，我尊重您。可是这个家就再也没有是非曲直，我这个一家之主也待不下去。马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敢这样对我说话？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？啊！你马德，你奶奶，马德，哎呀，奶奶，怎么这么晚？家里出了事了。什么事？奶奶看到我的手，又知道你被马德赶出来，大发雷霆，竟然拿起电话，要马德亲自叫你回家。奶奶回来了。家珍，奶奶真的很帮你啊。那结果呢？结果马德不肯低头，要我打电话给家珍，自己却进房间收拾衣服，准备离家出走。你们没有留住马德？当然有啊，可是马德就是要走，雪倩她都不肯听。没想到奶奶在那时候就晕倒了。那奶奶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请了doctor来到家里看奶奶。奶奶醒来后，马德再也不敢提出要走的事。我们现在去看看奶奶吧。你千万不要啊！萧家就是因为你才搞成这个样子的。我看等一切平息之后，你才过去吧。照这样看哦，有奶奶撑腰，那家珍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而且，如果让奶奶知道你是萧家的女儿，哥，你说什么？良心大嫂是谁的女儿？良心是你的妹妹啊，你妈都没有告诉你啊。你是我妹妹，所以你大哥才对我这么好。我哥也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看全世界只有你们两公婆被蒙在鼓里啊！这个星期的零用钱我还没给你呢。不用了，上星期你给我的钱还有剩。又饿肚子了是吗？你是不是想让我花钱让你去看医生啊？我现在每天都从家里带面包去吃，你的钱还是存起来好了。说过多少次啦，钱的事轮不到你来操心，该花的还是得花的。可是，救爸爸的钱是不是不够？不然他为什么没有过来找我？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啊。放心吧，钱我已经筹得七七八八了。德明啊，我在想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，这样你也不用叫我妈这么辛苦了。姑姑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当然不是啊，姑姑是希望你能够名正言顺地住进萧家。你跟着我，我没有办法让你吃好的、用好的、住好的，我也不能让你出国学音乐。我不要这些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可是你跟着我，真的是没有前途的。你跟萧家的人在一起，他们能给你最好的教育，能帮你完成你的梦想。我不要，在这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我不想离开你。萧家的人也是你的亲人啊。我只有爸爸和姑姑两个亲人，不要送我去他们的家，好不好？你呀，有福也不会享。不去就不去，早点睡吧。姑姑晚安。大嫂，需要帮忙吗？你帮我洗米煮饭就可以了。好。我做一个番茄炒蛋，一个清蒸豆腐，又给妈熬了一个黑鸡汤。她现在身体虚弱，要喝点补的。妈这样对你，你还处处为她着想，真的是很难得啊。唉，怎么啦？叹什么气呀？其实妈也没有对我怎么样。再说这次是我把她给气昏倒的。可是如果她坚持叫家珍回来的话，我还是会走。这一点我绝对不妥协。哎呀，我臭死了，臭死了！妈，怎么了？臭死了！什么这么臭啊？你最臭啊！你大便干嘛不冲水呀？还弄得满地都是脏兮兮的，真是！我一直在厨房。
你是说我诬赖你啦？我真的没有用厕所。我明明看到你从我房间的厕所走出来，还说没有。你就是这样做错事，死不认账。妈，好了，我帮你清洗吧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女儿芬芬呐。芬芬，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？妈，你不要逗我们啦！啊，好吧好吧，我帮你洗厕所就是了。走吧走吧。妈呀，我死了！你自己看看，哎呦，你自己看看，他把厕所弄得多肮脏！你看他，水龙头的水都没有关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想让房间淹水，让大水把我冲走。妈，哪有这回事啊？你看他，用了也不冲水啊，弄得满地都是这个油册子，越来越肮脏啊！我知道他这样做是想逼我走啊！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间房只有你一个人在睡，厕所也只有你一个人在用啊！你说什么话？你的意思说我诬赖别人啊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好好好，那你先出去，这里由我搞定哈。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哎，亲家母你好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看到大门开着，我就走进来了。对了，听说亲家奶奶回来了，她还好吧？她好，谢谢你关心。其实我来的目的呢，是要跟你聊聊梁心跟德明的事的。这两个人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所以没有什么好聊的，请你走吧。不是吧？虽然是同父异母，可是梁心跟德明也是萧家的骨肉，你是不是应该认为他们的？哼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绝不会认他们。你不认梁心没有关系，她是我老婆，我可以养她。可是德明是萧家的孙子，你没有理由要我帮你养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栽培德明。你这两个儿子有没有音乐天分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德明的钢琴老师说他很有音乐天分，如果出国深造的话，还有前途无量。那好啊，你栽培他呀。我就是看你有能力才来找你的。你看，如果他出国深造，以后成为音乐家，以后萧家多有面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只有2个儿子，其他的我不会认。亲家母，虽然你老公对不起你，可是德明是萧家的孙子，你不能这样毁了他的前途的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你快走吧。哎呦，做人呢，心胸要放宽一点。我知道你老公对不起你，可是这也不关他们2个人的事啊。你到底走不走？走，我是当然会走的。我只是要你重新考虑，子孙多是福气呀，你认为他们对你有好处的？你不走是不是？你不走，我现在报警，我告你私闯民宅。喂，我一定会走的，我只是要你重新考虑。我走。亲家母，记得重新考虑，子孙多福。我走，拜拜。哦，你是谁啊？我叫何仙姑，你又是谁？是啊，你是何仙姑，我还是二郎神呢。你怎么上我车的？你的记性正差，是你请我上车的。我什么时候请你上车的？哎呀，不要再啰嗦了，快点带我去见我的曾孙。我又不认识你，我怎么知道你曾孙在哪里呀？我明明听到你跟我的媳妇说我有曾孙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建海的奶奶呀！我是家政的大哥杰奇，你好。快看谁带我去见我的曾孙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老师不肯下课，我进去找他吧。哎呦，耐心的等吧，他很快就出来了。拜拜。来，出来了。叔叔。果然啊，他就是德明了。像啊，真像啊，长得跟天父一模一样啊。他是你的曾祖母，他应该叫你什么？叫我阿昼。叫啊，阿昼。阿昼。
让阿座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德明啊，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阿座买给你吃。哎，等一下，亲家奶奶，你知不知道德明的钢琴弹得很好的？是吗？来，德明进去里面表演一下啊！去看一下吧。快弹啊，表演啊！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弹得很好啊？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如果可以让他出国学音乐，好好栽培的话，他真的是很有可能成为第2个肖邦的。哎呀，只可惜同姓不同命啊！那个小弟弟又来弹免费钢琴了。啊，这次不知道带谁来，假装买钢琴。小姐，你们店里哪一台钢琴最贵最好？我要买给我的曾孙。亲家奶奶，进来吧。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。阿座，我倒水给你喝。实在是摆不下。就是嘛。这边这么窄。哎，谁来了？哎，对，何仙姑，她就是赌王了。他是我阿座。你就是亲家奶奶吧？你是家珍的爸爸。是啊，亲家奶奶你好。请坐。好。哎呀，你这里真的是摆不下了。什么东西摆不下？我要买一架钢琴给德明。哦。阿座，请喝水。哎呦，乖呀！我这里实在是小，除非你的钢琴可以吊起来的。你这里有没有东西要丢掉的？有，汤。老爸。丢掉它也没有用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个沙发要不要丢掉啊？哦，千万不可以啊！亲家奶奶，这个沙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床的，我每天都要睡，所以不可以丢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买一栋新的房子。啊？有客人来啊？老婆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她就是建海的奶奶，也就是你的奶奶，所以之前担心的事已经不用担心了。她是我的孙女啊。哎呦，像哎，真的像。像谁呀？像我喽，像不像？像姐妹花一样啊。切，我哪有这么老？难得亲家奶奶上我们家，就留下来吃饭了。好啊。马德，怎么样？奶奶回来了吗？你们还没有找到她？附近都找遍了，还问了很多人，他们都说没有见到奶奶。她去了哪里呢？马德，放心吧，奶奶经常都说她自己是一片云，说不定她已经飘到哪里去玩了。是啊，可能等一下就会打电话回来。马德，你不要那么紧张。你们不知道啊，你们奶奶今天很不正常啊。她怎么不正常了？她今天早上用了厕所没有抽水，她说是我把她的厕所弄脏了，她自己做过什么全都忘记了。还有更严重的，她连芬芬都不认识了。听起来像是脑退化哎。大哥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担心奶奶会认不得回家的路。哎呀，我看我们报警吧。是不是奶奶打来的？不是家珍。家里有事，叫她不要打来干扰。喂，查文珍，什么事啊？什么？奶奶在你那？奶奶等你的老半天了，你为什么出去那么久？我去买补品，打算叫建海带过去给你，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。有心就好了，干嘛破费？我听建海说你晕倒了，
你还好吧？哎呀，我活了一大把年纪，只晕倒一次，他们就大惊小怪。不可以这么说，你至少要给医生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事啊。好啦，我都有按时吃药，下来我就吃你买给我的补品，一定是比牛还壮。哎呀，你不要担心我啦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就好。啊，是建海做给我的。阿海还是把你放在第一位。没有，他有做一个给你，不比你的香。奶奶有话要问你哦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一句谎话都不能说。你跟阿海啊有没那个有没有啊？好啊，那就是有了。快点生个正孙给我玩，哎，不是，哎呦，给我抱抱啊！没有这么快啦，谁要加紧努力啊，干巴的。奶奶听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，奶奶不相信你是那种人，奶奶一定会帮你做主，让你回家。谢谢你这么相信我，不过我不要害你跟马德吵架。我才不怕他了，如果打起架来，我会输他吗？哎呀，像你这么好的人啊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害你啊？一定是小人作祟啊！奶奶一定会找出真相的。家珍啊，带亲家奶奶出来吃饭了。你去吃饭吧。好啊，奶奶就是要来跟你吃饭的。奶奶吃。奶奶吃。好。亲家奶奶多吃一点，不要客气。我不会客气的。来，吃肉。谢谢阿祖。应该是建海回来了。马德，大哥，奶奶，你们都来啦？大家过来吃饭了，盛饭。哦，不必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奶奶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是他带我来的。是你躲进我车里面的。妈，跟我回去吧。呦，不行，我找到天父了，我要和天父一起吃饭。奶奶啊，他是德明啊。我说天父就是天父。好了，跟我回去吧。来，不要，天父跟我一起走。不要，一起走啦。如果他不要去，就不要逼他了。是啊，奶奶，来吧，回去，我煮你爱吃的面粉果，好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的大孙子建业啊。哎呦，你真是疯了！天父那么小，怎么可能生出你这么大的孙子啊？奶奶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以为奶奶是傻子啊？你是建海。哎，那为什么你认得他，你不认得我？奶奶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回去再说。妈，走了。不要，天父，乖。天父他等一下要做功课，不能陪你回去。哎，对呀，要是他明天上学交不出功课，会被打屁股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你先回家，改天我带他去找你好吗？好吧。好了，走吧，来。紧锁的眉头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。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
寻找借口。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